2014年有两条线悄悄的交叉了。那一年，京东的年营收第一次超过了苏宁，没有人敲锣，没有人发通稿，甚至连报纸的财经版头条都没有一个。苏宁那一年还有1000多亿的收入，1万多家门店，10几万员工。张近东依然还是江苏省的首富，胡润榜上身家600多亿。所有人都觉得那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技术性的超车，但是12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那一年对于张近东来说是分水岭。2026年3月份，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一纸公告，苏宁系的38家公司2387亿元的债务重整全部执行完毕。张近东名下的全部股份、房产、金融的资产、私人的收藏品全部处置殆尽，个人资产归零。同一个月，刘强东的京东市值4000多亿，京东物流每一年的净利润62个亿，一个归零，一个4000多亿。你说这是命运吗？我不信。我只相信一件事情，就是选择。两个人在同一个十字路口选了截然相反的方向，一个人手里拿着几百亿，像开散弹枪一样周围朝天乱打。国际米兰来一发，恒大来一发，家乐福来一发，天天快递来一发，每一发都没有打中要害。而另外一个人拿着同样的钱做成了一把狙击步枪，他只瞄准了一个目标，就是物流，然后一枪把这个目标给打穿了。但如果只是投资失败的话，张近东他顶多是从这个首富变成是比较有钱的这个亿万富翁，但让他从江苏省的首富变成资产归零的是另外一样东西，是一支签字的笔。从2016年到2020年，苏宁累计新增融资超过1800亿，而每一笔这样的融资，张近东都以个人的名义签了连带担保。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这些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不是苏宁这家公司的事情，是张近东他个人的事。他的房子、他的存款、他老婆的资产、他儿子的股份，所有这一切全部都是抵押品，1800亿，每一份都是由他亲手签的字。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关于一个人怎么样用30多年建立起了一座商业帝国，又怎么样用了8年时间把它变成了一堆废墟。关于一把散弹枪和一把狙击步枪的故事，关于一支笔怎么样比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要命的故事。当然，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年轻人，就是张近东的儿子张康阳，27岁，被送到意大利去掌管国际米兰，拿了7个冠军，然后因为父亲的债务被拖进深渊，失去了所有的这一切。那我们这个故事不如从这把散弹枪开始讲起。要理解张近东是怎么样把苏宁搞垮的，我们必须要先理解他当年到底有多么的牛。1990年，张近东跟他的哥哥张贵平两兄弟拿着10万块钱人民币，在南京租了一个200平的门面卖空调。3年之后，南京8大国有商场联合要围剿他。8大国有商场联合声明说不给他供货，如果是换一般人的话，估计早就跪了。但张近东他不但没有跪，反而搞了一个送货、安装、维修一站式的服务。这个服务直接把8大商场打得着不着北。后来兄弟2个分家，哥哥张贵平拿走了地产的板块，搞了苏宁环球，而弟弟张近东留下了这个零售主业。2条线，2种不同的命运。后面我们会讲到，到了2023年的时候，张贵平也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了。2004年苏宁上市了，到了2009年，苏宁干掉了国美，成了全国家电零售的绝对霸主。全国1万多家门店，18万员工，这个是苏宁帝国的巅峰所在。
张近东他并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第二代，他是真刀真枪从商海当中杀出来的。后面的故事之所以让人唏嘘，就在于说这个故事的戏剧性，毁掉一个天才企业家的往往不是他的这个无能，而是他的野心。2012年之后，张近东看到了一个东西让他睡不着觉，这个东西就是电商。京东在烧钱，阿里在狂奔，线上购物这个新事物像洪水一样冲杀过来。张近东知道他必须要跟上这个潮流，必须要转型，但是他做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选择，他什么都想要。线下的1万多家门店他舍不得关掉，线上的流量他也想去抢。说白了，他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别人都选了一条路往前冲，他是同时选了往4个方向在跑。但真正让张近东彻底这个动作变形的，是一口甜到发力的毒奶。2015年，舒林跟阿里巴巴搞了一次世纪联姻，双方交叉持股，舒林花了140亿买了阿里巴巴的股票，随后几年阿里的这个股票大涨，舒林分批清仓，净赚141亿，141亿的纯利润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舒林要在线下卖多少台冰箱，多少台空调，多少个起早贪黑的日日夜夜，才能够抠出141亿的利润啊！有可能需要10年，但买阿里的股票，他只花了几年的时间，只敲了几下键盘而已。赚快钱是会毁掉一个人的心智的，这件事情在张近东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因为当张近东发现资本运作来钱这么快的时候，他再也看不上原来这样一种一毛一毛攒利润的非常苦逼的生意了。他开始产生一种致命的幻觉，他觉得自己不单单是家电零售之王，还是中国版的巴菲特。于是带着这样一杯毒奶催生的狂妄，张近东扣动了这样一把散弹枪的扳机。2013年，他花了20亿买了 PPTV， 这是一个视频网站。很多人可能已经不再记得这个名字了，仅仅花了2年时间就亏了10几亿，后来5.2亿贱卖掉了。2016年，张近东花了20个亿买了国际米兰 68.5% 的股份，这是一支意甲的足球队，跟卖冰箱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张近东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2017年，他花了42.5亿买了天天快递，这样一家快递公司后来停运了。2020年以1000万的价格卖掉了。42.5亿买的，1000万卖的，这个损失的比例将近 99.98%。翻译一下人话，就是你花425万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最后100块钱给出手了。2019年，张近东花了27个亿买了万达百货37家门店，花48个亿买了家乐福中国 80% 的股份。家乐福中国后来关掉了 80% 的门店，加起来总共花了多少钱？超过780个亿。但这个还不是最要命的，更致命的是另外3笔钱，恒大200个亿，万达95个亿，国际米兰70个亿。这3笔钱加起来365个亿，全部集中在2017年到2018年，不到2年的时间密集布局，后来全部踩雷。恒大爆雷了，200亿蒸发，万达深陷泥潭，95亿打了水漂，国际米兰被美国对冲基金接管，70亿血本无归。这个就是张近东的致命三角，他的散弹枪打出去的这个780亿本身已经够伤了，但是这样一笔365亿的对外投资才是真正的催命符。他们不单是亏光了本金，还把张近东跟许家印、王健林的命运死死的捆绑在了一块儿，一个人倒下，拖累着另外几个人一同倒下。所以这就是一把散弹枪，近距离的杀伤面积太大，但远距离什么都打不到。视频、足球、快递、超市、恒大、万达，每一个领域都疯狂的砸了一大笔钱出去，没有一笔钱真的打穿目标，没有一笔钱能够帮舒林在那个领域建立起自己的护城河。而隔壁的刘强东同一时期他在忙什么呢？
刘强东他所有的扩张都围绕着同一条主线在展开，就是供应链。物流是供应链，健康是供应链上的品类的延伸，数科是供应链上的金融服务，每一笔投资都在加固同一条护城河。而张近东的投资呢 ，PPTV 跟零售没有任何关系，国际米兰跟供应链也没有什么关系，天天快递倒是沾一点边。买来之后，这家快递公司的每日单量从700万暴跌到了200万，说明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整合它。2007年，京东开始自建仓储物流，所有人都说刘强东你是疯了吧？投资人跟他吵，董事会跟他吵，媒体嘲笑他，你一个卖电器的建什么物流？但刘强东他不理，继续烧钱，前后烧了差不多300个亿。京东物流在2023年终于全面盈利，2024年净利润62个亿。张近东甩了780个亿，打了10个目标，一个目标都没有打穿，而刘强东300个亿就专门打一个点，他打穿了。这个就是散弹枪跟狙击步枪的区别，这不是谁花的钱多，而是钱到底有没有花在刀刃上。讲到这个地方，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哪怕投资亏了780个亿，的确是听上去很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钱也不至于让他的资产彻底归零吧。张近东他的巅峰时期的身家有1000多个亿，的确就算亏掉700多个亿，怎么也可以剩下200-300个亿，对不对？从数学上来看是对的，如果舒林他只是投资亏损的话，张近东今天即便不是江苏省的首富，至少还是一个100亿级别的有钱人，没有那么风光吧，但至少衣食无忧。但让张近东从亏损变成归零的是一个大家可能没有太注意到的东西，这个东西是连带担保，这4个字是张近东的死因。什么叫做连带担保呢？说人话就是舒林他们去银行借钱，银行会说你光公事借款不行啊，你要拿个个人的身家来抵押才行。如果公司你还不了钱的话，那你个人要来还，你的房子、你的存款、你老婆的资产、你名下的每一分钱都要来抵押进去，银行才愿意放这笔贷款。在中国民营企业的这个世界里头，这并不是一个特例，银行它不信任公司，银行它比较相信个人。你想要借钱的话没问题，但是你要签字，你要个人来担保。张近东他选择签了这个字，不是只签了一次，而是从2016年到2020年，舒林每一笔的大额融资，从银行贷款、公司债券、信托、永续债，几乎全部是以张近东个人的名义签署了连带担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厚厚的融资合同摊在桌子上，张近东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或许只需要几秒钟，这个墨水还没有干透，几十个亿的现金就打进了舒林的账户。这件事情太容易了，容易到让人忘记了他签下的不单单只是自己的名字，而是一张把自己、他的老婆、他的儿子、整个家族全部押上赌桌的卖身契。累计有多少钱呢？超过1800亿。他为什么要签这么多？是他傻吗？张近东当然不傻，他是困在了自己造的笼子里头。舒林的扩张需要钱，银行给民企放贷的条件就是实控人担保，你如果不签就借不到钱，借不到钱，舒林集团的扩张就会停下来。而舒林的扩张一旦停下来，前面所有那些已经砸进去的投资会全部变成沉没成本，而且利息还在不断的滚起来，所以他必须要继续借款，借了必须要担保，担保了就是拿命来赌明天。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完美的陷阱，你踩进去的那一刻感觉是在往上走，但等到你发现其实是在往下坠落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听到这个地方，有人会问一个极其犀利的问题，就是既然在中国当老板都要签连带担保的这么一个字，那为什么刘强东烧了300亿建物流他没事，王健林当年借了那么多的钱，他搞房地产也没事，偏偏是张近东就被这个1800亿的
连带担保给搞死掉了呢？我们先看刘强东，他烧了300亿来建物流，但他烧的是谁的钱？是腾讯的钱，是高瓴资本的钱，是华尔街的钱。这个在金融上叫做股权融资。风投的规矩是我拿钱买你的股份，我们共担风险，赚了大家一起分，赔了我自认倒霉。投资人他们要的是未来的高回报，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刘强东拿自己的命跟自己的房子自己的钱去担保。而张近东赤面出击，他买的钱大头是债权融资，银行的贷款，公司的债券。银行它不是风投，银行的规矩是我不管你的生意到底好不好，到期你必须要还本付息。你想要借大钱的话行，要拿你张近东的全副身家来做连带担保。刘强东是拿别人的钱来冒险，输了顶多会失去公司的控制权。张近东他是拿借来的钱豪赌，而输了要赔上整副身家。那又有人会问到，王健林他也是债权融资啊，他当年也借了天量的银行贷款呀，他也签过无数个连带担保，为什么他没事呢？因为王健林跟张近东有2个致命的区别。第一，万达广场它是赵雪的资产，万达虽然欠了一屁股的债，但它全国各地的万达广场每一年能够收回几百亿的租金，只要企业能够自己造血，他就能够把银行的利息还上，连带担保就是一张永远不会被兑现、永远不会被触发的担保，风险非常小。但张近东买的是什么呀？他全部都是吸血的资产，他不能够自己造血。国际米兰年年亏钱， PPTV 年年亏钱，天天快递也是年年亏钱，没有现金流进来，只有利息在疯狂的利滚利。第二，王健林他懂得在爆炸之前赶紧把这个炸弹给拆掉。2017年万达危机爆发，王健林断臂求生，他一口气卖了637亿的资产。他拿这些钱干嘛呢？是去还银行的债，债还清了，他当年签下的那些连带的担保自然也就跟着解除了。他等于是花自己的钱把脖子上的这个绞刑架给拆掉了。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但张近东呢，他的吸血资产因为年年亏钱根本卖不掉，这个窟窿只会越来越大，而为了还旧债只能够去借利息更高的新债，为了借新债他也只能够硬着头皮签下更多的连带担保，这个雪球只会越滚越大。直到2020年恒大暴雷，苏宁投进去的200亿瞬间蒸发掉了。这个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一根钢筋，200亿的窟窿直接把苏宁的现金流给扎穿了。紧接着就是连锁反应，债权延期兑付，市场信心崩塌，银行抽贷，供应商催款，消费者开始怀疑手里的购物卡还能不能够用，30多年累积下来的这个信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不是没有人尝试救过苏宁。2021年江苏跟南京的国资委他们牵头搞了一个纾困基金，第一期发放了200亿，第二期88.3个亿收购了苏宁易购 16.96% 的股权，阿里他们也掏了钱，小米啊、海尔啊、美的啊、TCL 这些曾经在苏宁货架上卖产品的品牌也被拉进了救助联盟。而深圳国资委更加激进，他们一度计划斥资148个亿入股苏宁，这个相当于是直接接管这个集团。但是在最终表决的时候，深圳方面弃权了。为什么弃权呢？因为所有人都看清了一个致命的结构性的问题，苏宁它整个的商业网络就像一张新型的蜘蛛网，所有的线都连着正中间的一个点，张近东。供应上的关系是张近东的，银行授信是张近东签的，政商资源是张近东他个人攒下来的。这样一张网没有冗余，没有备份，没有任何一条线可以绕过这个中心来运转。一旦中心节点失能，整张网就废掉了。你砸再多钱进去也救不活
这样一个只靠一个人撑着的商业帝国。所以2021年苏宁易购全年亏损432个亿，创下 A 股历史上单一公司年度亏损的记录。同年6月份，北京2中院一纸执行令，苏宁电器集团被强制执行 30.82 个亿，被执行人的名单上写着张近东、刘玉萍，而刘玉萍是张近东的老婆，连带担保的这个齿轮就此开始转动，不是苏宁在破产，而是张近东个人在破产。2025年1月，南京中院受理了苏宁电器、苏宁控股、苏宁置业3家核心公司的破产重整。法院查了一圈之后，发现了一个非常荒唐的事实，就是这38家苏宁公司之间资产、财务、业务是高度混同。说白了，就是张近东从来没有把这些公司当成是独立的法人。38家公司就是一个人的38个不同的口袋，钱在口袋之间倒来倒去，谁都说不清楚到底哪一块钱属于哪一家公司。所以法庭只能够裁定说，实质合并重整2387亿的债务，账面资产968个亿，真实的评估只值637个亿。那如果要清算的话，普通的债权人只能够拿回 3.5%。 重整方案的核心条款只有一个，张近东及其家族38家公司 100% 的股权无偿让渡。张近东个人在3个月内将名下的全部资产、房产、现金、金融资产、私人的艺术收藏品全部注入重整信托，全部。一支笔签下1800亿担保的人，最后被这样一支笔签回来的账单压成了0。但张近东这个故事最荒诞的部分，还不是张近东个人资产归零，而是归零之后发生的事情。重整方案里头有一条极其微妙的条款，就是新的苏宁集团9席的董事会当中，张近东保留了5席的提名权。股权虽然归了0，但是治理权没有彻底归零。那这样一个安排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我们要知道，张近东他不光是一个商人，从2003年开始，他当了15年的全国政协委员，2018年又转任全国人大代表，2007年开始，他一直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他兼任江苏省的工商联副主席，南京市工商联的主席。在中国，这些政治上的头衔，它不单只是名片上的装饰，它代表的是一个人在体制内累积了多深的网络关系，多厚的商业信用。张近东用30年的时间编制了一张非常深厚的横跨政界跟商界的人脉和关系的网络，而这样一张网不是你有钱就能够买得到的。所以即便他1分钱都没有了，他依然可以在公司董事会说了算。他用30年时间建造的这样一座商业帝国，虽然不再拥有它，但还可以在背后操盘。9席董事会，5席提名权，这样一个股权归零但是控制权依然残存的安排，在中国的破产重整历史上极为罕见。这到底是债权人的仁慈呢，还是说张近东最后的精明，亦或是背后有某种未曾公开的政治保护层呢？或许30年的这个商业征战的历史教会了张近东一件事情，在中国做生意最值钱的资产不是金钱，是关系，是人脉，是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够搞定的不可替代性。钱可以归零，但人脉它不会归零。在中国，当我们看到一个1000亿富豪资产归零或者是破产的新闻的时候，大众的第一个反应往往不是同情，而是本能的怀疑。别扯淡了好吗？这样一种1000亿级别的富豪，他怎么可能真的归零呢？许家印他也不是说自己破产了吗？但结果呢？2019年在美国偷偷设了23亿美金的家族信托，而且还跟他老婆搞了一个技术性的离婚，把钱全部转到前妻的名下。
而那个假会计就更加不用说了，200多个亿套现跑到美国，造个破车，依然还说他的梦想还在。张近东，你说他会那么蠢吗？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合理，所以我专门去翻了一下这个司法卷宗跟海外的诉讼记录。先说结论哈，看起来表面上张近东大概率是清零了。为什么呢？因为许家印他整了一个3件套，离岸家族信托，技术性的离婚，突击转移资产。张近东这3件事情一件都没有干，他没有家族信托，但他的名字确确实实出现在巴拿马文件的泄密数据库里头，说明他有干过离岸的公司。但离岸公司跟家族信托其实是两码事，因为买国际米兰你得要通过离岸的公司来办，这样一种操作实际上是跨境投资的一个标准流程。到了今天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张近东他设立过保护性的家族信托。第二个，他没有离婚，他老婆刘玉萍从头到尾都作为共同的债务人出现在重整方案里头，而夫妻的财产一并注入新的信托。而对比许家印，他2022年是突然跟丁玉梅离婚，法院后来直接认定这个就是缺乏真实情感破裂基础的一个躲避债务的操作。而且张近东他也没有跑路，他个人就留在南京，他配合重整，他个人名下的房产、金融资产艺术的收藏品全部都被司法拍卖。建行其实也动用了美国的这个律师团队，强制性来调阅他在全球的银行账户记录。即便这样折腾了一大圈，也没有爆出张近东他个人有什么隐藏的大额的资产。而且有一个细节也非常说明问题哈，他在重整信托里面只拿了一个劣后级的份额。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债权人包括银行、供应商、散户都会比他要先优先受偿，只有这些人他们全部拿到钱之后，张近东才有可能拿到最后剩下的这些钱。那如果他已经把钱都藏好了，他完全没有必要接受这样一种安排。但是他的儿子张康阳那边有可能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张康阳一度在米兰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社交媒体上秀过超跑名表，但是律师评估说张康阳的个人名下直接持有的有价值的资产非常有限，即便开着800万美元的这个帕加尼的跑车，但是名下没有什么资产，要么是朋友的车，要么就是你懂的。不过即便如此，这个也是1000万美元级别的事情，他并不是偷偷藏了几十个亿的美刀。所以多国的法院追了3年，国际米兰也被拿走了，建行的这个判决也拿到了。如果张家真的有大规模隐藏海外资产的话，这么大体量的这个资产，全球追索这么长时间，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找不到。所以张近东跟许家印的本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许家印是在暴风雨来临以前就把伞偷偷藏好了，信托、离婚、资产转移全部在2019年以前就提前搞定了。他知道恒大要出事，但张近东他不是，他或许是真的相信自己能够赢到底吧，所以一直赌到最后一手牌打完，才发现牌桌上已经没有筹码了。而所有关于苏宁崩盘的报道里头，他的儿子张康阳几乎都是以一个败家富二代的形象出场的。什么少东家把国际米兰玩到要3号了，什么8年烧掉9亿欧元呢？社交媒体上骂张康阳的帖子能够刷3天3夜。但是我们不如看一看数据吧。2016年苏宁花了 2.68 个亿的欧元买下国际米兰 68.5% 的股份。那个时候的国际米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连续5年没有能够打进欧冠，意甲排名第4到第9。莫拉蒂时代的辉煌早就已经是老黄历了，这是一支正在快速坠落的意甲豪门。2018年10月份的时候，张康阳正式出任国际米兰的主席，那个时候才27岁。而同样是中国的顶级富二代王思聪，拿了5亿搞电竞当网红上热搜，折腾了一圈之后
被限制消费。而张康阳呢，他去国际米兰接管了一支有116年历史的这个足球俱乐部，这是一支全意大利最挑剔的球迷盯着的球队。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去管着一帮年薪几百万欧元的球星和一群见多识广的意大利足球经理人，他到底做的怎么样？我们用成绩单来说话，7个冠军，2021年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时隔11年之后重夺联赛，2022年超级杯，2022年意大利杯，2023年超级杯，2023年打进欧冠决赛，在伊斯坦布尔对阵曼城1球惜败，2024年再夺意甲，提前5轮锁定了，这个是国米队史第20座联赛冠军，同年再拿一座超级杯，7座冠军奖杯，2次欧冠决赛。不服的话，你可以找一个同时期的足球俱乐部的老板，他们花了比苏宁更少的钱，能够拿到同样这个成绩单。也先别急着反驳说那是因为砸了大钱的缘故，用钱砸的人多了去了。曼城的格雷泽家族2005年以杠杆收购曼联以后，转会市场上砸了超过15亿的英镑，但成绩怎么样？最近10年，英超冠军0次，欧冠决赛0次，球迷年年都在场外喊着让他滚出去。张康阳他花的钱远远没有格雷泽那么多，但是冠军拿了7个。他做对了什么？他引入了朱塞佩·马洛塔担任这个体育的 CEO， 意甲最会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个足球经理人。他善于在免签市场上淘金，在马洛塔的这个操盘底下，国际米兰的这个转会策略从砸钱买大牌变成了是精准淘宝贝。张康阳在教练任命上同样展现了自己的判断力。2019年请来孔蒂，第1年联赛就拿了第2名，第2年直接夺冠。孔蒂离开之后，他选择了因扎吉，这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只是一个过渡期的教练，结果因扎吉带队打进了欧冠决赛，又拿到了联赛冠军。张康阳他懂得克制，他没有像很多中国老板一样指手画脚，你买这个球员，你换这个阵型，他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经理人来处理。这个当时只有27岁的年轻人，我见过，对他的印象还不错。公平的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跟行业里头，能够做出这些成绩，他的能力是没得说的。2021年5月2号，在米兰，国际米兰刚刚锁定了意甲联赛的冠军。米兰大教堂的广场上，几万名国际米兰的球迷在欢呼，在放烟花，在唱队歌。时隔11年之后，他们的球队终于重回巅峰，张康阳被国际米兰的球迷高高举起。但是同一天在南京8000公里之外，张康阳的父亲正在面临最黑暗的时刻，苏宁易购的现金流已经断掉了，银行在抽贷，债券在违约，供应商在堵门。那一年年底的财报显示，苏宁易购全年亏损432个亿。国际米兰在庆祝，但是苏宁集团在崩塌。为了保住父亲的商业帝国，也为了保住自己的球队，张康阳喝下了这杯毒药。他向美国橡树资本借了 2.75 亿欧元，年利率 12%。正常的企业贷款的利率是多少？ 3% 到 5%。 12% 是真正的高利贷，而且是以国际米兰的股份作为质押。从签下这笔贷款的那一天起，结局已经整定了。不管张康阳你再拿多少个冠军，也不管球迷再怎么样爱戴他，也不管因扎吉怎么样创造奇迹都好， 3.95 亿欧元这笔债务到期的时候，利息不会因为你赢得多少奖杯而少收1分钱。2024年5月22号，贷款到期，苏宁无力偿还，美国的这个基金正式接管了国际米兰。后来在香港的高等法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幕，建设银行亚洲他们起诉张康阳，苏宁用来持有国际米兰股份的这样一家离岸壳公司，欠了建行 2.55 亿个美金。
张康阳是担保人。张康阳在法庭上辩护说，那份担保书上的签名不是他自己签的，是别人伪造的。但是法庭没有采信这个辩词，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信。所以最终的判决就是张康阳个人偿还 2.55 亿美元。又是担保，又是签名，父亲的担保毁了苏宁，而儿子的担保毁了国际米兰。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张康阳身上这样一种非常机智的撕裂。他是宾大沃顿商学院出来的，毕业以后在摩根斯坦利做过投行。一个受过最顶级现代金融训练的人，他能看不懂年化 12% 的这个贷款是一杯鹤顶红吗？他能不知道 2.55 亿美金的个人连带担保签字意味着把自己的后半生绑上火刑架吗？他太懂了，他太知道了。他脑子里头华尔街金融学的所有常识一定会在疯狂的对他发出警告，别签字。但在苏宁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里头，张近东既是董事长，他也是张康阳的父亲。当父亲的资金链条要断裂的时候，需要儿子的名字去换取救命钱的时候，这个30岁的年轻人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如果不签这个字，那这个帝国明天就会塌。你签了这个字，或许还能够熬过这个冬天。沃顿教他的是风险隔离，而血缘教会他的是父债子偿。他拿着华尔街的文凭，演出了一出最古典的中国式的悲剧。所以多少个冠军也救不了资产负债表，7座奖杯也抵不过一纸贷款合同。讲到最后，我脑子里头绕不开一个画面，还记得前面说过的致命三角吗？恒大200亿，万达95亿，国际米兰70个亿，365亿的对外投资全在2017年到2018年集中打出去。2017年万达遭遇股债双杀，整个市场都在看王健林的笑话。而这个时候，张近东站出来，实打实掏了95亿入股万达商管。同一年，他赞投了200个亿给恒大。那个时候，许家印正在为恒大上市而冲刺，在到处拉人。张近东没有犹豫，295个亿是真金白银的义气。然后呢，许家印进了监狱，恒大一地鸡毛，王健林身价缩水 85%， 万达 IPO 4次失败。而当年那个掏钱救他们的人呢，张近东破产了。苏宁后来反过来想要向万达追索50个亿，但是王健林也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295亿的义气变成了是一枚回旋镖，在空中飞了几年之后，精准的砸回到了张近东的脑门上。张近东之所以会这样去做，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那一代企业家的性格底色，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江湖大哥的情节。他是90年代真枪真刀从商海上杀出来的。那个年代的商业法则是什么呀？是拜把子，是苟富贵勿相忘。在他的潜意识里头，商业不全是冰冷的资产负债表，更是人情世故。今天我掏真金白银救了你，明天你东山再起，你得分我半壁江山。他在用看待旧时代江湖的眼光去审视现代的资本游戏。但资本市场是不相信义气的，周期也不相信江湖。在时代去杠杆的这个绞肉机面前，所有的兄弟情谊都只不过是离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而非常讽刺的是，马云后来在张近东的故事里头扮演了4种角色。2015年他们是盟友，他们互持283个亿，马云给了张近东这样一杯141个亿的毒奶。2021年马云是救助者，阿里参与了江苏国资委的这个纾困基金，试图要拉苏宁一把。而同年是监管代理，因为阿里推荐了大润发的创始人来当苏宁的过渡期的董事长，实际上是想要替代张近东的管理权。2024年阿里变成了是退出者，他们清仓了苏宁的全部股份，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从结拜兄弟到急救医生，再到临时监护人，再到转身离开的陌生人，马云在6年时间走完了一段关系的全部生命周期。现在我们回头看2017年，这个是中国商业史上一道带血的分水岭，去杠杆的元年，国家开始全面收紧银根，严控民营企业依靠高额债务盲目扩张。银监会直接点名排查万达、海航、复兴的债务风险。当其时时代的水龙头正在临紧，而这一年整个中国房地产跟制造业的中坚力量都听到了上钟敲响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在疯狂的抛售。潘石屹在2017年连续出手，虹口收猴、凌空收猴，一个接一个的用85亿多卖出上海的核心资产。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位收猴中国的创始人是不是在清仓。潘石屹后来辟谣说他不是，但是他的手从来没有停过，3年内套现300个亿，换成美元买美国的房产，这个动作就是跑路2个字。王健林也听懂了，前面都说过，他一口气甩了637个亿的资产来还债，把脖子上的这个绞刑架提前拆掉了。但张近东很明显他没有听懂，他的反应慢了2个节拍。当潘石屹在甩卖资产的时候，当王健林在血淋淋的断臂求生的时候，张近东在干嘛？他在掏95个亿给王健林续命，他以为这只是朋友遇到了资金周转的困难。在所有人都在拼命降杠杆的时候，他反而迎着风暴往前冲，用加杠杆借来的钱去救那些被时代抛弃的旧的产能。潘石屹2017年就开始跑，王健林2017年就开始断臂求生，张近东一直到2021年，晚了整整4年才被迫开始甩卖资产。这4年时间不仅仅是生与死的距离，这个是对抗时代潮流的代价。大江大河改道了，潘石屹跟王健林顺着水流爬上了岸，张近东非要待在原来的河道里头，被活活淹死了。3个人在时代面前有3种不同的选择。有张近东没有听懂时代的哨音，等到他终于明白过来的时候，所有的逃生艇都已经开走了。张近东用30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情，从0到1000亿靠的是能力，但他又用8年时间证明了另外一件事情，从1000亿到归零，一支签字的笔就够了。我是艾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你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